你在至尊塔待的时间比剑无双要长，你认为他不如你，心底不服气也很正常。但不服气你可以继续看下去，看第2轮轮回战的对决，亲眼看到剑无双的实力了再来说话。现在原店主刚宣布结果，你便开口质疑，哼，好大的胆子！你以为你是凌飞白吗？我是疯了吗？你站在一边好好看着，若是待会儿第2轮轮回战结束，你还认为剑无双实力不如你，那我自会给你应得的。另外向众人赔罪，承认我的不公。可若是剑无双实力比你强，那你从哪儿来的，便回哪儿去吧。我好了，准备第2轮轮回战吧。原店主跟众多执法长老一致认为剑无双比鹿晗要强。若只是原店主一人这样认为也就罢了，关键是所有执法长老都这样认为，那就绝非是原店主偏袒剑无双了，而是剑无双真有这样的实力。肯定有，不然原店主岂会说出那样一番话来，还承诺当众赔罪。依我看，原店主肯定不会赔罪，而这鹿晗就要倒大霉了。这鹿晗还真是蠢得可以。他以为他是谁？是凌飞白吗？区区一个普通弟子，竟然还敢质疑原店主与我等都认同的结果。哼，他是认为剑无双在至尊塔内待的时间不如他长，就认定剑无双的实力不如他，真是可笑。在至尊塔待的时间长，就一定比对方强？谬论！那剑无双之所以只在至尊塔内待了17个呼吸，那是因为他在至尊塔内遇到的对手是战魁，一个擅长意识攻击的强者。对上本身就不具备意识的战魁，单这一点剑无双就吃了大亏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旧坚持了17个呼吸。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剑无双在至尊塔内仅仅动用了自己对意识的运用手法罢了，却并没有施展任何意识方面的秘术或者其他手段，就连剑术也不曾施展。他的实力应该还有很大程度没有展现出来。若是全力以赴，纵然面对的是战魁，吃了大亏，他应当依旧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。快看，这剑无双要出手了。若泉，千万要小心，别小看他，特别是要小心他的意识攻击。意识攻击？800年前我跟他交过手，那个时候他也动用过意识攻击，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这800年他的实力纵然有极大进步，但想要跟我比，却依旧差得远呢。那鹿晗实力虽然不算太强，但我要击败他也得花费一番功夫，而这剑无双肯定比鹿晗更强，我不能大意，一出手就得竭尽全力，不然还真有可能让那星辰宫弟子名额给跑了。秋月，你们到了。到了，公子。我们剑星上所有侍女还有仆人都在苍茫星周边看着呢。好，那就好好看着接下来的一幕，千万别错过。罗泉，你之前说过，等这次争夺战之后，我这星辰宫弟子的名额，我的剑星，还有包括我麾下的众多侍女仆人们，都是你的了。而现在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击败我，你自然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。你以为我得不到啊？800年前你便曾败在我手中，而这一次，我会让你败得更惨。这剑无双还不出手？哎呀，傻乎乎站那儿干什么？快出手抵挡啊！不，快住手！快住手啊！快住手啊！他这是怎么了？
幻境，是幻境！好可怕的幻境，竟然连罗拳都挣脱不了。他在幻境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怎么会痛苦成这样？饶命！放我！求你放过我！之前在至尊楼面对的是战魁，他的众多意识攻击手段都没法施展出来。可现在他面对的是人类修炼者，众多手段他都可以施展，单现在施展出来的幻境便非常了得。的确，那罗拳是我星辰一脉的天才弟子，也是有很大希望入主星辰宫的。他在意识方面虽然不算太过擅长，可最起码也达到了3重天高等界神层次。现在却在剑无双的幻境当中直接开口求饶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不单单要剑无双的意识层次比他更强，还需要极其可怕的幻境手段。我现在就好奇，这罗拳在那幻境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罗拳，我都提醒他要他小心剑无双的意识攻击了，可结果他还是中招了。要离开星辰一脉了吗？秋月，都看到了。看到了，公子，我们都看到了。那就行。我宣布，这一战剑无双胜。剑无双，这罗拳的幻境……啊，再过一会儿，他自然会从那幻境当中出来的。剑无双，剑无双竟然击败了罗拳，而且他动都没动，仅仅只是施展了1重幻境秘术，就让罗拳败了，败得这般凄惨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剑无双的实力不是一直很弱的吗？800年前，他刚到星辰一脉，我们随便一位普通弟子都可以轻易蹂躏他的呀。这剑无双在这800年的时间里，实力肯定有了无比巨大的提升。可他明明实力提升了那么多，却从不崭露头角。就算我们所有人都质疑他的实力，认为他没资格成为星辰宫弟子，他也不为自己辩解，而是在这争夺战上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。这份忍耐力当真了得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这剑无双厉害啊！下一站，剑无双对萧月。剑无双，把你对付罗拳的那一招用出来吧。哼！只要我能够抵挡住他的幻境，从他的幻境当中挣脱出来，这一战我就能赢。哼，对付你还不用施展那一招。你在羞辱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什么？竟然还这般灵活！果然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样，这剑无双在至尊楼里根本没有竭尽全力。对，就拿这条魔龙来说，他在闯至尊楼时可仅仅只施展出1条魔龙的，而这1条魔龙就已经勉强可以跟一般的3重天高等界神抗衡了。一次性施展3条，那萧月挡不住很正常。萧月还想逼剑无双再次施展对付罗拳的幻境，可结果剑无双光凭对意识的运用手法就将他击败了。下一站，剑无双对夏风。听说不久前在那太原星上，你出手教训了我的人。对，那些人只是些仆人，与我并没有太大瓜葛。他们做错事，你身为星辰宫弟子出手教训他们也是应该，这一点我不会放在心上。不过今日这争夺战，我却不会让你赢。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会让你知道的。
剑无双，我知道你的意识攻击极其强横，特别是那幻境。不过我跟那罗泉、萧月可不同，他们只是普通弟子，不曾有机会进入皈依宫磨练过意识，而我却在皈依宫内磨练过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的意识强度早已经达到三重天高等界神的极限，距离三重天巅峰也只有一步之遥。你的幻境奈何得了我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呵呵，开始了。这龟壳倒是挺硬的，给我破！这夏风的实力比那萧月明显要强太多，不愧是仙城公弟子。夏风，你不是想要领教我的幻境吗？我满足你的要求。是幻境，给我破！破！破呀！挣脱出来了。夏风，你输了。怎么会？差一丝，就差那么一丝。若是我能稍微早一点挣脱那幻境，就来得及抵挡住他的剑术了。剑无双，你的意识还有这幻境攻击的确很强，怪不得你能够如此轻松就击败那罗泉了。进入了这第2轮轮回战的其他8位弟子，除了那灵飞白之外，怕没人能够挡住你这一招。就算从幻境当中挣脱开来了，也来不及抵挡你的剑术。至于那灵飞白，他的意识强度早就达到了3重天巅峰界神的层次，单凭你的幻术想要奈何他，根本不可能。哦，好了，宣布结果吧。连夏风都败给了这剑无双，看样子这轮回战上唯一可以击败他的，应当就只有灵飞白一人了。这夏风其实挺可惜的，他的意识若是再强一些，不用强太多，只要稍微强上一丝，稍微提前一点从幻境当中挣脱开来，那他就有击败剑无双的希望了。是有些可惜，但也不是绝对，因为我总感觉那剑无双还藏着一些底牌或者手段。我也有这个感觉。哈哈哈，那就继续看着吧。最强之战总算要来了。诸位，你们说说接下来的一战会是谁赢？这一战若是论输赢的话，应当没什么悬念，肯定是灵飞白赢，就是不知道剑无双能够将他逼到何等地步了。的确，灵飞白太强了些，远比其他弟子，包括星辰宫弟子都要强的太多了。剑无双在这轮回战中虽然有无比惊艳的表现，但跟灵飞白比还是差了一些。不过他应当也藏了一些底牌，将这些底牌手段全部用出来，或许能够给灵飞白带来不小的麻烦。就看这小家伙的手段了。这小家伙也不知他还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。我原本以为能够走到这轮回战最后与我交手的会是夏风或是魔泽，可没想到最后会是你。我倒是早猜到会跟你进行最终决战的。你刚刚与其他人对战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知道你擅长意识攻击，你施展的幻境更是无比强横。不过单凭这些手段想要奈何我，却还有些不够。剑无双，把你的全部实力拿出来吧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。
又是这一招，是剑无双的幻境，一开始就用这招了。哼，这幻境的确不错，可还是影响不了我。纵然是夏风、魔泽这一流的天才，在我的幻境当中，也是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。可这灵飞白仅仅瞬间便挣脱了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你擅长剑道，而刚好我也是以剑为兵刃的。护体能力倒是不错，那这一剑又如何？好强啊！太强了！明明只是2重天界神，可随意施展的一剑，便能够击溃我的3条魔龙后，又击溃我体表的玄龟防御。他的剑术极其了得，此外他的神力也是异常强横，绝不是寻常2重天界神所能够比的。剑无双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你面前的这位灵飞白，应当也是融合了2条乃至3条最强剑道成为的界神，所以他的神力远比同阶要强横得多。3条最强剑道，那不是跟我一样吗？怪不得在1000年前就可以跟3重天巅峰界神拼个旗鼓相当，现在1000年过去了，他的实力肯定更强。如此强横的实力，看来我要是再不施展一些手段，怕是连当他的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这样，那便放手一战。那是神猿，先是玄龟，再是魔龙，现在连最强的神猿都出现了。这剑无双所修炼的意识运用法门，莫非是五兽控灵诀？对，肯定是。玄龟、魔龙跟神猿都一模一样的。至于那紫虎跟血凤，他只是不曾施展而已。这小子竟然拥有那等高深的灵魂运用法门！这五兽控灵诀是我给他的。这小家伙在意识攻击方面非常擅长，但对意识的运用手法却太过粗浅了，所以我才让雷潮出面将这五兽控灵诀弄来交给他。当然我也不是白给他的，他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能够施展出神元，不仅代表着剑无双的意识强度达到了3重天巅峰界神层次，且他对五兽控灵诀的掌握也必然达到了大成。现在神元一出，单论威能，这神元绝对可以跟真正的3重天巅峰界神正面抗衡。如此看来，那灵飞白想要夺得这轮回战的第一，倒也并不是太过轻松的事啊。哼，这样才有点意思啊！哦，不错，单纯论威能，不比我曾经交手的那位3重天巅峰界神要弱，但不知其他方面又如何。流星落，好快！意识构成的神元，就算被洞穿了身躯，也能够立即恢复。哼，那这样呢？头颅也能够恢复。虽然可以恢复，但你这种恢复是需要消耗大量意识之力的吧？你的意识虽然强悍，但若是一直这样消耗下去，又能坚持多久？得想办法限制他的速度才行。领域类宝物，凭这领域就想限制我的度？还有呢，手段倒真是不少，可惜没用的。领域类宝物，他竟然也有。
单单施展神元，便已经让我的灵魂之力无比吃力了。现在这灵飞白依旧靠速度不断给神元带来伤害，我还得不断的修复，这对灵魂之力的消耗更多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灵魂之力怕就是得消耗光。没办法，只得趁着灵魂之力还未耗尽之前，搏一搏。意识攻击宝物，而且等级似乎还不低呀。灵飞白，你小心了！凭我现在剩下的灵魂之力，刚好可以让我施展这2次攻击。神力方面，我也刚好可以施展出那一招来。既然这样，天元秘术，永恒之光。落日天穹，3阶最强绝学。好家伙，一个2重天界神，竟然创出了3阶最强绝学来！又是幻境！我说过了，你这一招对我没用。我知道这招对你没用，但只要能给你稍微带来一些影响，就足够。古神第4支，神劫，血脉之力。这剑无双，竟然还身怀强大的血脉。这种血脉，应当是古神血脉吧？不好！结束了吗？林飞白要输了吗？啊！天至尊，这林飞白竟然将天至尊都用出来了，看样子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呀。哈哈哈哈！能够将林飞白逼到这一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抱歉，刚刚太过兴奋，下意识的就将这一招给用出来了。而在这争夺战上动用这一招，相对于众多弟子，包括对你来说，都有些不公平。所以这一战算我输吧。林飞白居然认输了，他明明赢了呀！输就是输了，只怪我自己实力不济。更何况这争夺战上的规矩，只是不准弟子在比斗当中吞服丹药或者施展星辰秘术。你现在施展的秘术并非星辰秘术，应当是来自藏经阁的另外一门秘术吧？对，这门秘术叫天至尊。那就是了。藏经阁内4大秘术，星辰秘术是最基础的，只要是星辰宫弟子都可以修炼，但其他3门秘术就必须闯过星辰塔第3层才有资格修炼一门。你能够修炼这天至尊，必然是闯过星辰塔的第3层，这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得到的，何来不公平之说？所以这一战输的是我。长老，宣布结果吧。这一战，林飞白胜。林飞白差一点就输了。的确差一点，若非是他多修炼了一门藏经阁的秘术，这一战赢的绝对是剑无双。哎呦，这个剑无双居然是将林飞白逼到了这般地步。剑无双，我期待下次跟你交手。我也是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是神劫？怎么会没有任何征兆的直接出现神劫？而且这无尽星河可是我星辰一脉的老巢啊，拥有莫大的防御能力。这神界竟然能无视星河的防御，直接穿透进来。第2重逆修劫要来了吗？没想到这么快。剑无双，跟我走，其他人继续争夺战。难道是剑无双的第3重神劫要来了？要渡神劫了吗？
剑无双，刚刚那道神雷应该是你那逆修劫的征兆吧？是。好家伙，单单征兆就化为了神雷，不愧是逆修劫。剑无双，你感应到的逆修劫还需要多久才降临？10年吧。这么短？哎，的确是短了些。仅仅10年时间准备，这倒是麻烦了。的确麻烦。这次在争夺战上，你有无比惊艳的表现，是可以得到额外赐予的。而且你之前闯过了幻心海第19层，按照我星辰一脉的规矩，你完全是可以去藏经阁挑选第2门秘术修炼的。第2门秘术？想要修炼第2门秘术，不仅仅只有闯过星辰塔第3层一种途径，还有闯幻心海。一个2重天界神，只要能闯过第18层，便达到要求。而你闯过了第19层，当然有资格去修炼第2门秘术。原本我是想让你参加完争夺战，再将这事儿告诉你，让你去藏经阁挑选秘术。没想到你立刻又迎来了逆修劫，而且准备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10年。10年实在太短了，在如此短的时间，就算你在藏经阁内挑到了合适的秘术，你也根本没有时间去修炼。秘术就别想了，只有10年时间，根本没法准备太多东西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对第2重逆修劫多些了解，有些心理准备，这样度过的把握也能提高不少。说得对。剑无双，你之前度过了第1重逆修劫，你跟我们说说，度第1重的时候都遭遇了什么，我们帮你推测推测。第1重逆修劫就足足9道神雷，而且最后一道还是雷劫、火劫、心劫、旗帜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单单第1重逆修劫就融合了雷劫、火劫、心劫，我实在想不出你这第2重逆修劫会遇到什么呀。我也想不出。我们想不出，那是因为我们对逆修劫没有太大了解，甚至几乎不曾看到过逆修渡劫的场景。可公主她实力滔天，见多识广，说不定会对这第2重逆修劫有所了解。公主？我现在便询问公主。公主说了，逆修是万古混沌世界最特别的一批存在，在万古混沌世界太过罕见，纵然是她对逆修的逆修劫了解的也不多。不过她多年前曾与另一位大能交谈时，那位大能者曾提过逆修，也提过逆修劫。第2重逆修劫似乎并非针对实力，而是心。心境？那不是跟心劫一样？不一样。同样是针对心的劫难，但逆修劫比心劫绝对可怕无数倍。既然知道第2重逆修劫针对的是心境，那这10年时间咱们倒还能想些法子。在万古混沌世界内有不少都是秘境，以及一些奇特之地，对心境都能起到极好的历练作用。你只有10年时间，那些秘境就不用去了，但有一个地方你却可以去试试。哪里啊？玄凤阁。玄凤阁是星辰大陆上一方仅次于我星辰一脉的大势力，其内也有不少强者，甚至是真神强者也有很多。唯一有所欠缺的，便是他们没有大能者坐镇。而玄凤阁内就有一处试炼之地，名为心崖，那完全是针对心境磨练的，在星辰大陆乃至整个紫月圣地内都有极大名气。你若能在心崖上磨练几年，对你的心境绝对会有不少的帮助。心崖？玄凤阁对我星辰一脉一直敬畏有加，
我若亲自给他们阁主传讯，并送上一些宝物作为代价，你去那新崖上磨练几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袁店主。小事而已，何况你这次在争夺战上表现不错，按道理也能得到不少额外赐予。这些额外赐予，就当是给玄凤阁的代价吧。北朝，就由你亲自带着小家伙去一趟玄凤阁吧。可以。你再去玄凤阁这些年，我会让人将天苍界完全空出来，作为你度逆修劫的地方。去吧。去通禀一声，星辰一脉雷潮前来拜访。大人稍等。雷潮，很久不见了。素柔，几天前我便接到了袁店主的传讯，知道星辰一脉会有一位真神带一位弟子前来拜访我玄凤阁，却没想到竟然会是你亲自出面。看样子你星辰一脉对这小家伙很看重了。我的来意你既然已经知道，那就不用多废话了，直接去新崖吧。那么着急做什么？跟我来吧。雷超大人，你与这位素柔大人早就认识？他是玄凤阁阁主，同时也是真神榜上强者，跟我打过几次交道。哦，这样啊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晚辈剑无双。剑无双，星辰宫弟子。是。哦，那正好。我玄凤阁内有不少弟子，早就听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个个都是绝顶天才，他们一个个还极不服气，我这当阁主的怎么压也压不住。现在你这位真正的星辰宫弟子来了，倒是正好可以帮我一个忙。素柔，剑无双到此来是为那新崖来的，可没时间去管你玄凤阁内的事。也就一会儿功夫而已，不会耽搁太久的。大不了这小家伙这次在我玄凤阁内借助那新崖磨练心境，我就不用他付出代价了，如何？这个，跟我来吧。我玄凤阁的那些弟子，听你这位星辰宫弟子要来，早就迫不及待了。剑无双，我与这素柔之前有一些恩怨，或者我应当是欠下他一份人情，而且这里又是玄凤阁内，我也无法强势，所以跟上去吧，应当耽搁不了多长时间的。啊，来了，星辰宫弟子来了。那就是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吗？看上去似乎也不强啊。光凭气息，光凭模样，如何能够分辨一个人的强弱？星辰宫弟子个个都是怪物级别的存在，实力必然了得。好强的战意。好了，都安静吧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来自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剑无双。他可是无比难得才会来我们玄凤阁一趟的，你们可要好好珍惜了。这素柔阁主明显是在怂恿那些弟子来挑战我。素柔，你这样做未免过分了点吧？过分？当初你独自一人离去，将我丢在了那里，你为何不觉得过分？我现在也仅仅只是刁难一下你星辰一脉的弟子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我玄凤阁对星辰一脉一直敬畏有加，原本星辰一脉的一位星辰宫弟子借新崖一用，我玄凤阁绝不敢有半点刁难的。可谁叫带这个小家伙来的人是你呢？我就是要刁难你的人，你又能如何？剑无双，
你就和玄凤阁这些弟子略微交流一会儿吧。好。剑无双，我玄凤阁核心弟子柳沙儿要挑战你。早就听说星辰一脉星辰宫弟子天赋了得，个个都是怪物，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。既然今日见到，那就跟我堂堂正正一战吧。剑无双，我来挑战你。我倒要瞧瞧星辰宫的弟子到底有多强。这人也太多了，若是一个个战下去，还不知要多久。这样吧，你们既然都是同一宗门的弟子，那对彼此的实力当然是了解才对。不如就让你们自己推选，选出最强的3个人跟我交战，怎么样？剑无双，我叫柳沙儿，在玄凤阁2重天界神弟子当中排在第3位。我先跟你交手。开始吧。既然他们是冲着我这星辰宫弟子身份来的，那我便不能弱了星辰宫弟子的名头，直接施展幻境，干净利落解决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输了。柳沙儿师姐竟然这么简单就被击败了，是幻境。柳沙儿师姐刚刚是陷入幻境当中了，好可怕的幻境啊！雷长，你星辰一脉的这位弟子意识很强吗？幻境手段似乎也很厉害。他厉害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一点。不过凭你玄凤阁的这些天才，应当没人可以逼他施展全力。哦，是吗？灵儿，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，别给为师丢脸。为师？你竟然收了弟子？怎么？难道不行吗？出手吧。如你所愿。好快，这速度！竟然这么轻易就挡住了！一枪便刺破了我的玄龟防御。你输了。我动用神元这一招，跟他进行了数十次碰撞，灵魂之力消耗了近70%，才将他击败。而且这还是他跟我一根筋的选择正面碰撞的关系，要不然这10大修炼圣地天才还真是挺多的。这玄凤阁虽然没法跟星辰一脉相比，但最优秀的弟子却也不比星辰宫弟子要差。灵儿，退下吧。素柔，你这位弟子实力倒是不错嘛，不过好胜心却太强了些。他若是不那么好胜，不去跟剑无双硬碰硬，而是依靠自身灵活度跟技巧的话，剑无双所化的金色神元未必奈何得了他。而这一点倒是和你一样。哼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一个2重天界神，意识却如此强横，而且还能够将5收控灵诀掌握到这般地步，的确很了得，不愧是星辰宫弟子。好了，比也比了，你也该带我们去西崖了吧？跟我来吧。星辰宫弟子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太强了，我原以为秋灵师姐已经是这星辰大陆最可怕的一位2重天界神了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是我坐井观天了。不过秋灵师姐虽然败了，但跟那剑无双差距倒也不算太大。这便是新崖了。新崖一共有999层台阶，每一层台阶都是对心的历练，越往上难度越大。剑无双，你既然是为了练心而来，那便竭尽全力去踏过这一层层台阶便是。
明白了。哦，幻境，皮肉之苦。都到第201层了，可他的神色依旧没有丝毫变化。看样子，这小家伙心境不弱吗？是不弱。既然不弱，你星辰一脉为何还要花如此大代价，让他来我玄凤阁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他是为了心结吧？所以你怎么猜？新崖足足999层，这300层对他来说已经有些压力了，而接下来那些台阶，每一层应当都是难关，都是对他心境的磨练。不出意外，这小家伙接下来几年时间都要在这300多层台阶上徘徊了。雷长，你是继续待在这里，还是离开？我就在这里等着他。随你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你等了，你自便。哇，第332层了，好厉害啊！我记得秋灵师姐之前闯新崖时，也仅仅只是踏足第328层台阶的呀。秋灵师姐在我玄凤阁2重天界神弟子当中，不仅是实力，还有心境上都是最强的。而且她之前还在新崖上磨练过很多次，也仅仅只是踏足第328层台阶而已。可结果却比不上这第一次来闯新崖的剑无双。这剑无双实力可怕，心境更是可怕。第389层，不对，已经第390层了。师姐，你上次闯新崖已经是300年前了，300年过去，你的心境应当也提升了不少。若是现在的你再去闯这新崖，能够赶得上这剑无双吗？赶不上，凭我现在的能力，顶多有可能尝试闯过第330层。在这2重天界神当中已经非常了得了，而这剑无双，他比我们要优秀太多了。390层，按照师尊所说的，我玄凤阁内有不少真神，也都停留在390层上。单纯论心境，这剑无双丝毫不比那些真神要差。怪物，真不知道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得来的。如何得来？挫折，磨练。有的天才就是这样的，受到的挫折磨练越大，他们便会越逆天越耀眼。反而若是缺少这些挫折磨练，这位天才一生中的天赋反而会被生生耽搁掉。而剑无双就属于这样的天才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修炼至今应当经历过无数磨难，这些磨难远非你我2人能够相比的，而他便是在这些磨难当中才造就了今日的局面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，我不如他。听阁主说，这剑无双会在我玄凤阁内待上10年时间，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，他踏足了第390层台阶，剩下还有5年时间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踏足第400层。第400层，我听师尊说过，新崖990层，其中第400层是一个大坎，绝非那么简单就能够闯过。我玄凤阁那些真神强者，大多也都停留在400层以下，真正踏过第400层的少之又少。而剑无双若是能够在剩下5年时间里踏足第400层，那就真的太厉害了。希望他别闯过，不然与我们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点。走吧。只剩最后1个月了。第400层，剑无双，过来吧。原以为你能够借助这新崖对心境有一定的磨练，
得到部分提升便已经是不错了，却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借助着心牙达到心境的第1层次，倒是着实了得。心境第1层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变化吗？我感觉自己的心境的确发生了变化，但却并不知道心境的层次划分呢。心境一共划分为3大层次，而其中第1层次是明心见性，直指本心。这一层次寻常强者很难达到，就连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大部分真神也没有达到。连真神都没能达到？你的第2重逆修劫即将来临，在这个关头，你能够在心境上达到第1层次，已然是莫大的运气了。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只差1个月，你的第2重逆修劫就要到来了。这混蛋，离开的时候都不见我一人，真是够绝情啊！你刚刚说，那剑无双踏足了心崖的第400层。是我亲眼所见。踏足第400层，岂不是说那剑无双在心境上已经跨过第1层次了？2重天界神便到达了心境第1层次了。这星辰一脉的天才还真是够可怕的。什么时候我玄凤阁弟子也能够到达星辰一脉那些怪物的层次？剑无双，原店主传讯过来，说我们2个不用回星辰一脉了，直接去天苍界，他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。好。玄凤阁一行如何？还不错，心境提高了不少。剑无双已经达到心境第1层次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逆修劫9死1生，甚至还不止。特别是针对心境的逆修劫，更是凶险万分。我之前还颇为担忧呢，但现在你能够在渡劫之前达到心境第1层，倒也令我安心不少。剑无双，这是我替你准备的，在逆修渡劫的时候用得着的东西，2枚丹药，护心丹。这护心丹能够让你在渡劫时心境空明，达到最佳状态，在心境受到动摇时也能起到不小作用。这是渡劫丹，以及几枚恢复伤势神力的丹药。虽然你渡的2重逆修劫是针对心境的劫难，但以防万一，这几枚丹药你也留着。至于这个，这是7窍玲珑镜，同样是在关键时候替你护住心强很多。这也是我星辰一脉内少有的几件能庇护心神的宝物了，你赶紧认主吧。7窍玲珑镜，多谢袁店主。不用感谢，你只要能够度过这第2重逆修劫，便算是对我星辰一脉的回报了。好了，该跟你说的给你准备的都已经准备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，你好好抓紧，在逆修劫来到之前，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巅峰。剑无双，这第2重逆修劫比第1重更加凶险，可看你的样子，似乎并没有第1重逆修劫时那么紧张。就因为之前度过了第1重神劫，已经体会到9死1生的凶险，我对这第2重逆修劫才没有之前那般忌惮。或许吧，可依我看，这跟你的心境提升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我度第2重逆修劫时，你是选择继续待在我体内啊，还是去一旁等候？就在你体内吧，这第2重逆修劫是针对心境的，并非是攻击为能，波及不到我。好。要开始了。之前第1重逆修劫便经历了足足9道雷劫，
最后一道更是雷劫、火劫、心劫3劫齐至。而这第二重逆修劫比第一重还要强，还是完全针对心境的劫难。也不知道这剑无双能不能度过。没办法，既然身为逆修，那就注定要遭遇此劫。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，该准备的也全都准备了。至于最终能不能度过，只能看他自己的能力以及造化了。逆修，这逆修劫有点不同寻常啊！如此大范围的劫云，竟然连半点威压、半点毁灭气息都没有。来了！第二重逆修劫终于来了，好诡异的感觉。剑无双，剑无双！这，他在这第二重逆修劫中到底经历着什么？又开始变化了。第3次了。第9次了。9，乃天道级数。他已经生了就此变化，这应当是他最后一次变化才对啊。恢复了。我这是七窍玲珑镜，是七窍玲珑镜爆发的威能。我明白了，这第二重逆修劫是9世轮回劫。我沐尘富甲天下，我可以得到世间所拥有的一切，将身体交给我，我能让你享尽世间荣华富贵。朕乃千古一帝，天下王权尽归朕手，普天之下谁敢不从？这具身体是朕的。秋儿，我的秋儿在哪儿？我要去找她，我要去找她，谁也没法阻止我。都闭嘴！你们不过是存在于虚幻当中的我，在现实当中，你们根本不存在，也不应该存在。不管虚幻当中我经历了多少事儿，多少情感，虚幻终归是虚幻。既然你不将身体交给朕，那朕便跟你同归于尽。我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！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是沐尘，我是金墨，我还是陆轩？怎么回事？我感觉他的心神已经达到崩溃边缘了，连七窍玲珑镜护心丹都起不了作用，没法护住他的心神。他到底经历些什么呢？他的心神的确已经达到临界点了，若是继续下去，心神将彻底崩溃，到时他便会沦为一个疯魔，生不如死。只差一丝，这一丝绝对要稳住，不然可全都完了。看样子最后一丝心神倒是守住了。虽说如此，可处境依旧不容乐观。谁知道他现在到底在经历什么？且他这最后一丝心神又能够稳住多久？话是如此，但总比直接心神崩溃的好。现在既然稳住最后一丝心神，还有挣扎的余地。接下来就要看这小家伙的韧性有多强了。
我是星辰宫的弟子，我是冷无双的夫君，我是玄一的亲传弟子，我来自清火界南阳大陆剑侯府，我的名字叫剑无双。已经10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渡劫用了整整10年。他的心神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，就以这般形态持续了足足10年，这般韧性当真了得。就算是万古混沌世界极大部分真神，甚至包括你我，若是在这种崩溃的边缘维持足足10年，恐怕也早就疯了。可这剑无双竟然一直维持下来了。这剑无双的气息开始平复了，是要平复了。神光降临！渡过去了。那小子，倒没枉费我们这10年的等待。二重逆修劫总算渡过。剑无双，恭喜你！剑无双，过来吧。袁店主，雷朝大人。剑无双，恭喜你度过了第2重逆修劫。3重逆修劫你已经度过2重了，只差这最后1重。若是能渡过去，你将来必将成为顶尖强者。我也很期待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对了，剑无双，你在那第2重逆修劫当中究竟遭遇了些什么？我所度的第2重逆修劫是9世轮回劫。9世轮回劫？9世轮回，将9世记忆乃至虚幻意识生生融入你自身意识当中。好可怕的逆修劫！9世记忆与意识强行加于我身，令我的意识直接出了承受的范围，近乎彻底崩溃。也幸好我心境在心崖上得到历练，达到了第1层次，能够明心见性，直至本心，才能够勉强保持住一丝空明，守住了一丝心神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随后便是那10年艰难而又漫长的清除虚幻记忆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每一刻对我来说都是生与死的煎熬，只要我的意志出现了一丝的松懈，我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而我自己竟然在这种煎熬当中生生度过了漫长的10年时间，连我自己都要忍不住佩服自己。这2重逆修劫虽然没有第1重逆修劫那般惊天动地的可怕威势，然而论凶险程度却比第1重逆修劫还要强上1000倍。不过不管如何凶险，反正这第2重逆修劫我是度过了。剑无双，你现在度过了第2重逆修劫，成为真正的2重天界神，其实力必然也有巨大提升吧？实力？我感觉现在的我，纵然不动用灵魂之力，应当也足以跟那灵飞白正面一战，甚至胜负都还难料。你现在的实力有多强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感应到你的整体实力比之前应当有无比巨大的提升。而且你既然已经度过第2重逆修劫，那从今往后你便会以3重天界神的身份出现在星辰一脉。既然是3重天界神，那我星辰一脉最珍贵的真神殿你也可以去看看了。真神殿？真神殿拥有莫大机缘，你若是能好好把握，足以令你的实力再度暴涨，达到一个全新层次。而且真神殿内的机缘关乎的不仅仅是实力，对你今后成长有莫大影响。除了真神殿之外，那藏经阁，之前你是因为迎来了第2重逆修劫的关系，没时间去修炼第2重秘术，但你现在却有的是时间好好挑选，然后修炼。剩下的3大秘术，随便多修炼1种，对你而言都有莫大帮助。我给你100年时间，100年内你可以去修炼藏经阁第2门秘术，好好准备翻一翻。
100年后，你的终极弟子任务便会到来。终极弟子任务100年后便进行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对别人来说或许早了些，对他来说不早了。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剑无双师兄，见过师兄。唉，在争夺战之前，这些弟子可没几个看得起我的。平日里见面，别说打招呼了，别冷眼看我就行。可是现在，真神阁，长老，剑无双，哦，突破3重天界神了。长老，我想进入真神殿。你是3重天界神的星辰宫弟子，的确有资格进入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真神殿每开启一次都极其不易，耗费的代价更是极其的惊人，所以纵然是星辰宫弟子，也只有1次无偿进入的机会，而想要进入第2次，就只有完成历练任务，得到额外赐予。这样啊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现在就进去。反正再过100年，我的终极弟子任务便会来了。完成终极弟子任务，也可以得到额外的赐予，同时同样有机会进入这真神阁内。长老，我现在就进去。那好，我替你开启，你直接进去便是。记住了，你进入1次，只能在真神殿内待1个月。这1个月你要好好的珍惜，千万别浪费这次机会。真神殿，星辰一脉最珍贵的机缘之地，都有什么机缘？这是好玄奥的力量啊！这些力量有些我颇为熟悉，可大多却很陌生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剑无双，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些力量，是万古混沌世界最精纯，也是最强的力量。它们诞生于天道，存在于天道循环之内，它们是天道之力。天道？天道是世间万物的起源。我们现在的万古混沌世界，上到10大修炼圣地，下到一个个万古界，乃至一个个千古界，都是由天道孕育而生，而构成天道循环的，一共有13种力量。这些天道之力神秘莫测，强横无比，而对万古混沌世界的众多修炼者而言，自然无比渴望得到这种强横的天道之力。于是就有了修炼者参悟天道之力，衍生4大至尊道、9大天神道的过程。万古混沌世界的修炼者们通过参悟这4大至尊道、9大天神道，借助天道之力，从而可以爆发出更强、更加了得的实力。不过因为天道之力太过高深莫测，所以正常情况之下，也有真神以上的强者才有资格去参悟。至于界神，一般的界神根本没资格去参悟这种力量，也只有一些真正的绝顶天才，一些怪物级别的存在，在达到3重天界神后，可以尝试去参悟其中的一条道。这样的怪物少之又少，整个万古混沌世界估计都没有多少。剑无双，还记得当初在过古星海时，你碰到的那位天才段凌风吗？我当初便说过，你碰到了真正的顶尖天才，而我之所以会如此说，那是因为我看出他已经领悟了9大天神道中的杀戮道。段凌风，当初见到那段凌风时，他刚度过第3重神劫，但他对杀戮道的感悟却颇高，也就是说，他在2重天界神时便已经领悟了一丝杀戮道的。这样的绝世天才，10大修炼圣地也很难找出几个来呀。4大至尊道、9大天神道，任何一种想要参悟，哪怕只是领悟一丝丝，都异常艰难。
不过这星辰一脉不愧是紫月圣地当中的一方霸主，竟然以莫大的手段创造了一条完全由天道之力星辰的河流。这条天道之河将4条至尊道、9条天神道尽皆包含在内，且你身处河流之内，能够让你对这些天道之力感受得非常清楚。感受得越清楚，参悟起来也就越容易。这真神殿不愧是星辰一脉最珍贵的一处机缘之地，它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。剑无双，这真神殿对你而言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，你只有1个月时间，千万别浪费，抓紧时间去参悟。这种力量应当是时空之力吧？对，时空道乃是4大至尊道之一。4大至尊道跟9大天神道之间，前者要稍微强上一些，但领悟起来却比较艰难；后者则是相反，不过总体来说相差并不大的。剑无双，你若是对这时空道感应最亲近，那就说明你适合去感悟这条道。而那些不曾感觉亲近的天道，你想要参悟也会千难万难。明白了。若是单论亲近的话，我感觉这些天道之力里面有2种天道对我最亲近，一种便是时空道，而另一种这般特殊的力量应当是轮回道。4大至尊道、9大天神道，我参悟最轻松的应当就是这轮回道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这1个月，你抓紧时间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轮回道的参悟当中。至于时空道以及其他的天道，你暂且不用去管。轮回，阴阳结合，生死循环，这便是轮回。成了。轮回道入门了？怎么会这么轻松？国王，你不是说要领悟天道之力会非常艰难，可为何？运气。你当初开辟了轮回道，在轮回道上本就具备一定的参悟条件，可你运气好，经历的第2重逆修劫刚好便是9世轮回劫。你经历了9世轮回，对轮回的理解本就远非常人所能够相比的。此外，你还在这真神殿内对轮回之力感应的这般清楚，最重要的是你自身悟性也奇高。这一种种加起来，令你半个月便领悟了一丝轮回之力呀！半个月呀！若是让别人知道你只从接触天道到掌握一丝轮回之力，仅只用了半个月，绝对会被妒忌死的。要知道，在万古混沌世界，纵然是很多真神花费漫长岁月与精力，都很难掌握一丝天道之力的。果然是人比人，气死人呐！我现在才刚掌握一丝轮回之力，在轮回道上仅只能算是入门，却还有着无比巨大的提升空间。剩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这半个月还得抓紧呢。对轮回之力的掌握，尽可能的还得多提升一些。剑无双，收获如何？还不错。长老，剑无双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现在应当还并没有闯过星辰塔第3层。是，不过我已经闯过了幻星海第19层。原店主说我已经有资格修炼第2门秘术了。原来如此。这4个密室，每一个密室都蕴含着一门秘术。你已经修炼了星辰秘术，最左边的一个秘术你可以不用去了。剩下的3间密室，要进入哪一间，你可以自己挑选。这天至尊虽然无比强横，可是我已经具备古神血脉了，
根本不具备修炼条件。护体秘术。剑无双，你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闯荡，要在这10大修炼圣地当中立足，并逐渐崭露头角。最重要，先是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只要命还在，一切都有可能。而护体能力、保命能力自然是至关重要的。这玄灭金身，我也曾听说过，的确是非常强横的一种护体秘术。这一秘术据说只有3重天界神才勉强具备修炼的资格，而一旦练成，哪怕只是堪堪入门，这位3重天界神的神体都会大幅度提升，甚至可以媲美一般真神。这么了得吗？看样子这玄灭金身的确是我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过也不着急，先看看最后一门秘术是什么再说。啊？星辰一脉的4大秘术一般都是以传承的方式直接赋予在对方脑海记忆当中，而这人却没法再传授给其他人。也就是说，这4大秘术应当不可能泄露才对。可你的那位神秘师尊竟然拥有这门秘术，而且还将这门秘术传给了你，呵呵，真是有意思啊！没想到我其实很早便修炼了2门星辰一脉的秘术。哼，管他呢，反正那龙血秘术是师尊给我的，又不是我从星辰一脉得到的。这玄灭金身的确很强，且修炼门槛却同样极高。单单这第1卷就需要3重天界神境界，而且还需要足足9种血脉之力的辅助才可以炼成。剑无双，你现在只需知道修炼法门就行了。至于那9种血脉之力倒是好办，血脉之力的辅助无非便是一些强大的血脉族群的精血而已。你虽然没有，可外边市面上却并不罕见。以我估计啊，只要能够凑齐9种1等血脉的精血，修炼这玄灭金身便绰绰有余了。明白。秋月，我不在这10年，你们过得怎么样？公子，10年前你在那争夺战上一鸣惊人，现在整个星辰一脉众多弟子都对你充满敬畏，而我们这些剑心上的侍女仆人，自然也没人再敢随意欺负。就算平日里遇到一些小的矛盾，我们一提到剑星、星辰一脉的那些下人，乃至一些普通弟子，都会给公子几分薄面，不敢过多纠缠。那就好。秋月，你好歹也是一位3重天界神，在星辰大陆又待了那么多年，应当有一定的见识。我现在需要一些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，你可知道哪里有啊？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？我星辰一脉麾下有1星辰阁，遍布星辰大陆的各个角落，其内贩卖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，自然也包括一些血脉族群的精血。公子大可去那儿。星辰阁吗？这就是星辰阁呀，倒是真够大气的。剑无双大人，不知有什么需要老夫效劳的？我需要一些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。1等血脉族群有很多，不知大人需要哪几大族群的精血，又要多少？只要是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就行了，不用分种类。至于数量嘛，每种血脉都来3滴精血吧。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，每滴需要50万混沌精。大人您一共要9种血脉，每种血脉3滴精血，便是27滴精血。算下来，一共需要1350万混沌精。这么贵？贵！哈哈，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可是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，在万古混沌世界不仅罕见，而且用途也是非常广泛，因此价值自然就高。而且因为大人您是星辰宫弟子的关系，所以在我星辰阁内才能够以50万混沌精的价格买到1滴精血。可若是卖给其他人，我星辰阁一般是要100万混沌精1滴的。
是这样啊。我没有这么多混沌晶，只能用这些宝物代替了。你看看，这些宝物价值多少？大人，您这枚乾坤界内的宝物全部加起来，价值应当在800万混沌晶左右。就值这点啊？我这里还有几件宝物，你看看。大人，这几件宝物可以算作500万混沌晶，加上刚刚那800万，还差50万。剑无双，你还真够蠢的。那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便如此金贵，可你拥有的可是比1等血脉更高的王族古神血脉，你的精血难道不比这些1等血脉族群的精血更值钱？我的精血？你看看，这滴精血值多少混沌晶？这是古神精血，而且还是古神一族当中血脉最高的王族古神精血。哼，的确是王族古神精血，你看值多少？这滴王族古神精血，我星辰阁一般会以1500万混沌晶的价格去收购。1500万？大人，这滴王族古神精血，你若是直接售给我星辰阁，可以得到1500万混沌晶。但是大人，你也可以选择将它放到3天后巨型拍卖会上去拍卖，那样或许得到的混沌晶会更高。拍卖会？3天后，这星辰阁要举行巨型拍卖会？对，我星辰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，每次拍卖都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出现，同样也会吸引不少强者过来。大人若是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参加。毕竟大人所需的那些1等血脉精血，我星辰阁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凑齐。哼，你这样一说，我倒是感兴趣了。就将这滴王族古神精血放到那拍卖会上拍卖。此外，还有我刚刚给你的几件宝物，若是有可能的话，也都放在拍卖会上。没问题。天使，你不用去搭理拍卖会上的事儿。不用。大人，马上就要到那王族古神精血的拍卖了。诸位，接下来要拍卖的宝物，其珍贵程度在本次拍卖会上足以排进前10，而若是论罕见程度，却绝对排在第1。这件宝物，诸位若是错过了，我敢说你们今后都未必有机会能够见到第2次。那是古神精血。的确是古神精血，而且还是古神一族最高贵的王族古神精血。天哪，竟然会有王族古神精血出现在这拍卖会上！可惜这滴王族古神精血威压不算太过强烈，不出意外，它的主人应当还只是一位5星古神，还没有真正度过渡神劫，成为6星古神。不然这滴王族古神精血就真的了得，估计很多实力强大的真神都会心动。纵然只是5星王族古神留下的精血，也依旧非常难得了。单单底价就1000万混沌晶，会不会太高了？大人，你太小看这王族古神精血的罕见程度了。如此高贵的精血，别说1000万的底价，就算是2000万也会有人出价的。若是碰到那些刚好需要这精血的，价格再高他都会买下来。1200万混沌晶，1300万，1500万，2300万混沌晶。可惜我这古神精血的积累并不容易，漫长岁月下来，我也仅仅只是积累了3滴而已。若是比较容易积累的话，我倒真想多弄几滴精血去拍卖。
接下来要拍卖的这件宝物无比独特，论价值，在本届拍卖会上足以排在前3。啊！在场的诸位既然都在星辰大陆闯荡，那想来当中有不少人都听过一位名为绝河的真神吧？绝河真神？600万年前陨落的那位绝河真神？绝河真神？这绝河真神曾是星辰大陆站在最巅峰的一位真神强者，他的名气不仅仅是在星辰大陆，甚至在整个10大修炼圣地都非常之大，而且他在世的时候还常年占据着真神榜的一个位置。真神榜？现在要拍卖的这幅画卷，便是那位真神榜上强者绝河真神以莫大手段，将自己对轮回道的感悟以及自己的经世剑术融合，从而形成的轮回物剑图。轮回物剑图，将轮回道与剑道完美融合。这，剑无双，你之前仅仅只是1重天界神，境界太低，也就受到了一些天然的限制，而能够创出3阶高等绝学，都已经是你的极限了。可现在你境界突破，又掌握了一丝轮回之力，这等于解除了你身上的枷锁，你的剑术将处于一个爆棚期。这一爆棚期无比难得，而你若是能够得到这轮回物剑图辅助，你在这一时期的进步将更加惊人。所以为了你自身的实力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轮回物剑图弄到手。我明白。轮回物剑图底价2000万混沌晶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。拍卖开始。仅仅底价便2000万混沌晶，2500万混沌晶，3000万混沌晶。我之前的混沌晶都用来买那些1等血脉精血，现在能够用的也就是刚刚拍卖的王族古神精血的2-3千万混沌晶，明显不够。我身上还有2滴王族古神精血，就算售给星辰阁，那也价值3000万混沌晶，加上刚刚的2300万混沌晶，就足足有5300万。5300万混沌晶，5500万混沌晶。我在轮回道的参悟上已然达到了瓶颈，这轮回物剑图或许就足以让我突破瓶颈，不过5000多万混沌晶而已，我还不在乎。大人，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是非常想得到那轮回物剑图。对，这轮回物剑图对我有大用，可惜我拿不出更多混沌晶了，要不然……只要大人想要混沌晶的事儿，我星辰阁可以替大人想办法。啊！大人别忘了，星辰阁本就是星辰一脉所掌握的，而大人你是星辰宫弟子，星辰阁自然会竭尽全力的为大人服务。大人请稍等，我现在便将此事禀报给宋长老。大人，宋长老说了，1亿混沌晶以内，你可以从星辰阁直接调用，等以后再慢慢还便是。若是超过1亿，你就得亲自向原店主申请，由原店主同意了才行。1亿混沌晶足够了。6000万混沌晶，6500万，7000万，7000万混沌晶。轮回物剑图虽然珍贵难得，但7000万混沌晶却也不是小数目了。不知对面的是哪位真神，可否给我暗元一点面子？暗元？
暗元真神，竟然是他！这位暗元真神名气很大，是很大。他本身便是来自星辰大陆一方大势力，是那方大势力的二长老，不仅拥有莫大的权势，自身实力也非常了得，远非寻常的真神所能够相比的。就因为如此，他现在才开口让大人你给他一个薄面。若大人也只是一位普通的真神，怕还真得有所顾忌，不敢继续跟他争夺下去。但可惜呀，这暗元真神虽然有些身份，但是在大人你面前却算不得什么，完全可以不用在乎他。哼，虽然这暗元真神不敢对我怎么样，但是也没必要真的把他得罪了。暗元真神，在下星辰宫剑无双，这轮回物件图对我有大用，所以只能抱歉。星辰宫？星辰宫弟子，星辰一脉最核心的弟子，天才中的天才，这样的天之骄子竟然也在这次拍卖会上。竟然是星辰宫弟子。星辰宫弟子虽然现在实力不如我，但只要成长起来，注定比我强上无数倍。这样的人物，我可招惹不起。也罢，反正这轮回物件图并非一定可以让我突破那重瓶颈。既然这位星辰宫弟子想要，给他就是了。剑无双，这轮回物件图我放弃了。多谢大人，这是你的轮回物件图。您需要的那些精血，我星辰阁也都已经准备好，明日便可送来。很好。哦，大人，我刚刚接到消息，焦陵城武斗场内即将迎来一场对决，大人若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何人的对决？是2位3重天界神，其中一位名为林雪，是星辰大陆上一位名气极大的3重天界神天才，也是玄凤阁3重天界神弟子当中最优秀的一位。而挑战他的侯毅，在星辰大陆上倒是没什么名气，似乎是忽然冒出来的，不过实力却极强。之前仅仅用了2斧，便击败了林雪的一位同阶师妹。玄凤阁林雪，走吧，抢上去。那便是侯毅了，之前一点名气都没有，可是他一出现，却轻易将玄凤阁一位3重天巅峰的界神天才给击败了。这2个人真神诀，这2个人都创出真神诀来了，竟然都创出真神诀来了，不愧是天才。这林雪要动用底牌了，毕竟是玄凤阁最核心弟子嘛，当然得有些底牌了。哟，那侯毅要遭殃了！哦天哪，这符法！好可怕的符法呀！好强啊，这符法当真好强啊！你输了，别不甘心。你能够逼得我施展双符已经很不错了，称得上是玄凤阁的3重天界神当中的第1人。我早已约好了冷君，10年后与他一决雌雄的。等我击败他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败在我手中，不算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他刚刚提到了冷君，你要挑战界神榜？当然。界神榜，界神榜汇聚10大修炼圣地最顶尖的一批怪物，这些怪物即便是最弱的，都创出了不俗的真神诀，战力无双，
足以横扫一大片三重天巅峰界神，而稍微强上一点的，便领悟了一丝天道之力，就跟剑无双你一样。剑无双，你现在也掌握了一丝轮回之力，只要等回到星辰一脉后，借助轮回物件图，在剑术上再有一定的提升，那你的战力应当不会比界神榜上那些强者要弱。开始吧。失败了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光是精血便足足准备了3份，仅仅失败1次算不了什么，还有2次。血灭金身第1卷成了。国王，你说的没错，对修炼者来说，最重要的首先便是保命能力，只有保命能力够强，才能够化解一次次的危机，且有机会不断提升实力。而我现在的保命能力有玄灭金身、龙血秘术2大手段在10大修炼圣地众多界神里面，虽然无法称之为最强，但能够比得上我的怕是也没几个。玄灭金身已经练成了，那接下来就得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剑术了。这轮回物剑图竟有着足足9幅图案，这9幅图案由高到低，蕴含的剑术以及对轮回道的感悟都有所不同，而我现在剑术造诣极低，轮回道上也才刚刚入门，顶多只能参悟前3幅图案。剑无双，袁店主，这100年你准备的如何了？还不错。我听说不久前的星辰拍卖会，你以不小的代价买下了绝河真神留下的轮回物件图，看来你今后是打算参悟轮回道了。是。轮回道属于4大至尊道之一，比起其他的9大神通道来说难度更大，你既然选择这条道，那就更加努力才行。是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来此的目的之前便告诉你了，100年准备时间已过，现在我来是给你下达终极弟子任务的。这终极弟子任务是我亲自替你安排的，一共分为3环。3环任务？3环任务，每一环都有不同奖励，其中第1环任务奖励是1亿混沌晶。这是你第1环任务的内容，就在这令符当中。等你完成第1环任务之后，便传讯给我，我再告诉你第2环任务内容。明白了。终极弟子任务非同小可，你这一路上务必要小心。去吧。是。大人，前方便是古月岛的所在了，那位竹心界神就在古月岛上。还好，星辰一脉早就找到了这11个人的所在，不然光凭我一个人要在茫茫无尽虚空当中找到这11个人，比大海捞针还难。你在这等着吧。大人，那古月岛上的盗匪可不止竹心界神1位，而是有足足数百位界神，其中就连3重天巅峰界神都有5位。大人您直接这样闯进去，是不是有点儿……哼，你想说我不自量力吗？看着就是。岛上一共366位界神，其中3重天巅峰界神5位，3重天高等、初等界神31位，剩下的都是2重天、1重天界神。哼，就这等盗匪势力，我一个人就足以横扫了，没必要多花费手脚。什么人胆敢来我古月岛上撒野？小子，你是谁？竹心界神，6万年前，在星辰大陆碧海城城主府开始担任护卫。300年后，你陪碧海城城主府大公子外出闯荡，
却因觊觎那位大公子身上的宝物，你联合其他3位护卫，斩杀那位大公子以及随行的31位界神，夺得宝物后，逃窜到无尽虚空来，以仆事主，罪大恶极。今日我代表星辰一脉，代表碧海城主，宣判你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老四，听到了吗？这人是冲你来了，还宣布了你的死期啊，要立即执行。自不量力的人我见多了，可像他这般自不量力的，倒还是头一次见。小子，有件事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？这里是无尽虚空，是古月岛，是我们这些盗匪的天堂。在这里，不管你代表的是那碧海府还是星辰一脉，都没有任何作用。你一个区3重天界神独自一人到这古月岛上来，还宣判老四死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依我看啊，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能不能从这岛上活着走出去吧。我只为逐心界神而来，将逐心界神交出来，你们可以继续当你们的盗匪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可若是不交，古月岛上所有盗匪都得死。哼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，真是笑话。你以为你是真神，或者说你是界神榜上强者？就算是界神榜上的强者，在我古月岛这么多界神面前，他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。别跟这小子废话，直接动手宰了他！哼，找死！意识攻击，这人是一个在意识攻击方面极其可怕的强者。什么？用剑？小心！好快！老三，混蛋！杀了老三你也得死！邪月！怎么可能？逃！赶紧逃命啊！逃！太强了，太可怕了！意识攻击强大无比，一招出便几乎横扫了3重天巅峰以下的所有界神，剑术更是可怕，随意的一剑，老大跟老三都抵挡不住。最恐怖的是他的防御力，我们足足4位3重天巅峰界神，加上4位3重天高等界神全力一击，竟然没能给他带来丝毫影响。就算是真神，护体能力也没这么强吧？界神榜，对，他绝对有界神榜强者的战力，可界神榜上却并没有他呀。又一个隐藏的没有丝毫名气的怪物。哼，你还想跑？第一个目标完成了，过来吧。不愧是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，实力可当真够了得，不知距离界神榜还有多大差距呢？这是逐心界人的尸体，可曾有误啊？没错。那就好，去第2个目标所在吧。是。30年时间便完成了第1环任务，这小家伙竟然以蛮横的实力将这些盗匪团伙一一横扫了。哼哼，看样子他度过第2重逆修劫后，提升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巨大。剑无双，第1环任务你已经完成，那1亿混沌晶等你回到星辰一脉后我再给你。现在我给你下达第2环任务，听好了，在无尽虚空的最边缘，
有着一片漂浮着的巨型城邑，名为悬空城。现在在那悬空城，有位叫苏红的界神在等着你的到来。你的任务便是护送这位界神穿过无尽虚空，前往紫月圣地。护送任务？只是护送他穿越无尽虚空而已，这么简单吗？简单？不，你的第二环任务远比第一环任务要艰难，且额外奖励也更高。这第二环任务的奖励是在真神殿内待1个月的时间。我只告诉你任务内容，至于具体的缘由，等你去了悬空城，找到那位悬空城主和那位苏红界神，他们会跟你说明的。明白。悬空城在那里，距离我倒也不算太远，以我的速度，20年之内我可以赶到。星辰宫弟子，好家伙，竟然请动了星辰一脉星辰宫的弟子，那位苏家老祖倒是挺有本事的呀。苏家老祖？我已经把那苏红叫来了。城主大人。苏红，护送你去紫月圣地的人已经到了，就是你身边的这位。苏红见过先生，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？我叫剑无双。苏红，你应当值得庆幸了，你家的那位老祖对你也颇为看重，竟然花费了不俗的代价，请来了一位星辰宫弟子来护送你。啊，星辰宫弟子？城主大人，苏红界神，我虽然接到这护送任务了，但这任务过程当中到底会遭遇些什么，却并不知情。我应当不至于就碰到一些流窜在无尽虚空当中的盗匪吧？如果只是为了对付那些盗匪，哪需要你这位星辰宫弟子亲自出面呢？苏红，你来说吧。是。剑无双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来自紫月圣地冰火大陆苏家的一位嫡系子嗣。我苏家世代从商，在那冰火大陆上有着众多产业，也算得上是一方不弱的势力。但我苏家当中却还有着另外一大派系，那一派系并不姓苏，乃是由一外姓执掌的，但这段时间却非常猖獗，隐隐有喧宾夺主的势头。特别是不久前一次意外，我苏家家主陨落，苏家嫡系子弟当中没有人能够有资格继承家主之位，所以我苏家的老祖便选择了我这位一直流放在外的嫡系弟子，让我返回紫月圣地去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而那外姓派系得知消息之后，自然不会放任我返回苏家。也就是说，在那无尽虚空当中，我们不仅会遭遇盗匪，还有可能碰到那外姓派系强者的劫杀。对。不过那外姓派系，也就是楚氏派系的核心力量，都被我苏家盯得死死的，根本无法派遣过来，顶多只能以莫大代价邀请一些界神前来劫杀我。明白。什么时候出发呀？随时都可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无需耽搁了，直接出发。好，这段时间有劳城主大人了。你苏家那位老祖跟我也有点交情，现在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苏红，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足足数十年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便出发，立刻。哦，他是谁？这位是我请来的一位帮手，他会与你们一同护送我去紫月圣地。你又找了帮手？苏红，你莫非是信不过我们红日佣兵团？不是，只是多个人在路上也能多份保障。放心，之前答应你们的佣金一分都不会少的。那还好。剑无双，抱歉让你见笑了。这些人是你请的佣兵团？
啊，对。我接到老祖的传讯后，便立即朝紫月圣地赶来。之前一路上都多亏着红日佣兵团的照料，而刚刚那人便是红日佣兵团的团长于刚。接下来咱们要穿过无尽虚空，那无尽虚空当中盗匪无数，有着红日佣兵团在，起码寻常的盗匪团伙是不敢来找我们麻烦的。出发吧！嘿嘿，这支队伍总算是出发了。他们在这悬空城停留了足足数十年，我还以为他们一直不出来呢。哼，现在看来，他们终归是要通过无尽虚空的。快将此事禀告给老大，让咱们的人也好好盯着这支队伍。这支队伍可是请了一支完整的佣兵团做护卫的。这队伍的主人来历应当不小，若是能够得手，必然会有极大的收获。这可是一单大生意，老大若是知道，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团长，苏红先生之前不是一直只有一个人吗？怎么现在又多出来一位来？那是苏红特意请来的帮手，说是要与我们一同护送他前往紫月圣地的。帮手？都已经请了我红日佣兵团了还不够，还请帮手？这苏红莫非是不信任我们？他可别忘了，之前可都是我们红日佣兵团一路护送他来这里的。谁知道呢？反正他答应的佣金不会少给我们，这就足够了。至于他再请谁当帮手，都跟我们无关。这倒是。对了，团长，苏红请来那人叫什么名字呀？好像叫什么剑客吧。剑客？哼，一听就知道是化名。哼，连真名都不敢用，实力怕也强不到哪儿去。跟咱们团长比起来，恐怕要差得远。那肯定，咱们团长好歹也是一方神国当中的天才，岂是随随便便冒出的一个人就能够比得上的？哎呀，也不知道那苏红是怎么想的。他请来的若是一位戒神榜强者，那也就罢了，结果却请来一个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人。听说他还为此付出了莫大代价。他还不如将这些代价给我们红日佣兵团，让我们更加拼命一些呢。剑无双，你应当听到了外边的那些对话吧？其实你只要公布自己星辰宫弟子的身份，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敢说三道四了。没必要，随便他们怎么说怎么想，都跟我无关。我的任务只是护送你回到紫月圣地，这就够了。而且我不公布身份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为了我的安全，这话怎么说？你与红日佣兵团之前在那悬空城停留了足足数十年的时间，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在那数十年时间里，这红日佣兵团应当招揽了新的成员。对啊，红日佣兵团一路护送我来到悬空城，之前也遇到一些危险，损失过不少人手的，所以在悬空城停留的数十年时间里，补充了一些人手，也不多，就10来人吧。那就是了。无尽虚空巨大无垠，要在这无尽虚空找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，无异于大海捞针一般。所以我若是你苏家那楚系派系的强者，必然会在悬空城的时候就盯上你，而且还会派遣强者混入这支队伍当中。这样，就算到了无尽虚空当中，那楚氏派系派来的强者也能够轻易找到你，然后截杀你。什么？你是说红日佣兵团的人当中有可能存在那楚氏派系派来的强者？不是有可能，而是一定。就是因为如此，我的身份以及实力自然是不能暴露，这样等那楚氏派系强者杀过来时，起码也能占据一些主动。剑无双，按你这么说，楚氏派系的强者可以随时来截杀我们，那我们岂不是已经处于险境当中？的确如此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
我的任务便是护送你安然抵达紫月圣地。在你到达紫月圣地之前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到你。木涛，这应当是你加入我黑龙山后第一次出来狩猎吧？是。我黑龙山可不比你之前所在的古月岛，待会儿若是动起手来，你可得瞧好了，多学习学习，这样你今后才有可能坐上当家的位置啊。知道。对了，有一件事儿我一直很好奇。你古月岛虽然没法跟我黑龙山相比，但在无尽虚空也属于无比强横的一方盗贼团伙了。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将你们给覆灭了？难道是真神强者亲自出手？不是真神，只是一个三重天巅峰界神。不过，这位三重天巅峰界神，绝对是我见过最可怕的一位界神。哦，老大，猎物已经到了。哈哈哈哈！小的们，跟我走。怎么了？有人来了，而且是很多人。很多人？难道是那处世派系派来的强者，这么快就到了？不知道是他们派来的强者呀，还是这无尽虚空本身就存在盗匪。总之，来者不善。于刚团长，快做好准备，有强敌来犯。强敌来犯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苏红，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些？不是，是剑客说的。他，哼，我们这些在甲板上的都没看到，哪有强敌来犯的影子？他待在船舱里怎么会知道？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可真有人来了，这是团长，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都镇定点。在下红日佣兵团的于刚，不知对面的是哪位朋友？可否给我红日佣兵团一个面子，让我等过去？红日佣兵团，区一个三流佣兵团而已，有什么资格让我黑龙山给面子？黑龙山，竟然是黑龙山！黑龙山的诸位，我红日佣兵团愿意奉上500万混沌晶的过路费，还望诸位能够让出一条道路来。哈哈哈哈！500万混沌晶，你在打发叫花子啊？听着，你们红日佣兵团若是真想买条出路，那就拿出点诚意来。5000万混沌晶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，不然就老老实实成为我黑龙山手下的亡魂吧。5000万混沌晶，5000万混沌晶，一个真神全部身家都只有4000万，现在单单过路费他就要5000万混沌晶，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绕过去，以我这艘战船的速度，黑龙山的人未必追得上。什么？黑龙山？这便是黑龙山？哈哈哈哈！还想跑？我黑龙山早在那悬空城时便已经盯上了你们这支队伍了，又岂会给你们逃掉的机会？怎么办，团长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这艘飞船是我花费不小代价得到的，飞船上的禁制无比牢固。这黑龙山的界神虽多，但想要攻破这重禁制却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完全依靠这重禁制，强行冲出去。冲！找死！屠神卫准备！那是屠神宫，是屠神宫！该死！这黑龙山不过是一伙盗匪势力，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么多屠神宫？哼！我黑龙山在无尽虚空称霸这么多年，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
竟然抵挡住了。哼，那再来一次如何？完了！原本我是想等那处士派系来的强者露面了，我再出手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必须提前出手。什么？是剑客，是苏洪先生请来的那个帮手，他帮我们抵挡住了刚刚那轮屠神剑之。哪儿来的不知死活的蠢货？给我杀了他！是他，真的是他！逃，赶紧逃！武涛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个人是恶魔。恶魔？莫非这人便是将你古月岛灭掉的那位界神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能以一己之力灭掉整个古月岛了。原来他是一个擅长意识攻击的强者，在擅长意识攻击的强者面前，数量根本起不了作用。可惜，我这黑龙山跟古月岛可不同。十大天王何在？给我灭了这小子！是十大天王，10位天王竟然同时出手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受死！能够轻易挡住我10人的攻击，而且还能够瞬间反击。这小子剑术很强，1对1我们没人是他的对手，直接用战阵。战阵，有点意思。来吧！哼，这10大天王可是我花费莫大代价培养出来的，不仅自身实力强横，且一旦联手形成阵营，除非界神榜强者，否则没人能够与之抗衡。这小子虽然实力极强，但想要跟10大天王抗衡，却是做梦。没用的，挡不住他，没有人能够挡住这恶魔的。哼，不跟你们玩了。轮回剑术，血崩式。轮回剑术，血天涯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不好！快给我拦住他！哼，想逃？不灭之光！啊！挡我者死！他太强了！恶魔，他是恶魔！这样的恶魔，我们如何能够抗衡？逃啊！啊，太强了！这绝对有界神榜的战力啊！绝对有，不然绝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就杀得黑龙山溃不成军。这位剑客，竟然是一位界神榜强者！走，继续赶路。不愧是传说中的星辰宫弟子，佩服！能够请到剑无双你亲自护送，实乃我苏红的荣幸啊！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毕竟咱们真正的麻烦还没来呢。那处士派系派来的强者阵容或许会很强，但以剑无双你的实力，应当足够应付了吧？若是不遇到黑龙山之前，我的确可以应付，但是现在却未必了。
为何啊？我跟你说过，处士派系必然有强者潜伏在红日佣兵团当中。之前我不曾出手，那处士派系的强者是不知道我的底细，只会把我当成一位普通的三重天巅峰界神去对待。但是现在我的实力一展露出来，处士派系的强者必然也会知晓的，他们肯定会根据我的实力做出一些对策来，派来的强者阵容必然也非常之强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不知道，不过刚刚在我动手的时候也留了个心眼，保留了一些实力，再加上隐藏在红日佣兵团的那位处士派系强者，顶多只是一位三重天界神，甚至还有可能更低。他的眼界有限，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实力来，估计也只会将我当成一个疑似界神榜的强者去对待。